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。真的，今天我看我自己，我说哇，人间水蜜桃，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。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，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，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。就在我心中，购物只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，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，我为了奖励我自己，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。我高高兴兴出门去，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：“你现在是有钱了哈，几千块钱的衣服，你说买就买。”我想完了，搞到假的了。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，还是跟他实话实说。我说啊，我也不懂这些，喜欢就买了。最近呀，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你现在呀也是红了，我带你去趟香港，了解时尚，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。一到香港，我朋友就说，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，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。我说这就开始闯了。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，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。他把钱包徐徐翻开， LV 在夹层里。我说哦，图穷驴线。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，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，他说你看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。我当时第一反应，我说什么是假裤子？就是他其实没穿。他那个是人体彩绘。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，他说他喜欢祖马龙，因为很低调，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。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说这个别人他到底是谁呀？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？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？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，我只会说嘿嘿，你好香啊。我就跟我朋友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？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，我帮你升舱吧。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。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，我是非常紧张的。我坐那儿之后呢，想调座椅靠背，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开关。你知道主要是也不敢大摸，不了解公务舱，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。那样的话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，门。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。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，我马上去了。我说姐姐，这又是何苦呢？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？我说我都不要，我要你好好休息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太油了啊。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，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。起飞之前，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，我们俩都没动。她没动，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；我没动，是因为我没动。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，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，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，心还没过来，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？而且我当时看着她，我就想啊，她躺得那么平，他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，他从后面滑出去吗？
后来我想他不怕，因为他身后有父母托举他。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，他背了一个香奈儿包。我说你12、13岁，你上初中哎，你背香奈儿干嘛呀？你拿它装笔吗？但是说真的，我是很羡慕他的啦，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，就对他来说，除了生存需求之外，其他都是浪费钱。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，我爸就不高兴，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，还是因为它贵呀？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？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过度爱慕虚荣，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？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，我拜金枕榴莲。哎，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，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。其实我知道，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，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。但多年的教育，使我决定买个假包。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，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，也要3、4千块钱。我当时问那个店家，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？他说：“哎，包假的。”其实我很清楚，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，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。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，里面装满榴莲，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儿。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，买的真的。哎，说出来又如何？真的，我今年很想多赚钱，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，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，手动的。他如果有意见，我就问他：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，还是因为它贵呀？谢谢你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嘻哈。哎。欢迎大家，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，我是一个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，应该看得出来，感觉到不好欺负啊。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，我站着发水，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，你摸我屁股干什么？当时我声音很大，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，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。我没摸呀，我叫你帮我加杯水。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，你按我屁股干什么？他也不会亮。同事说你声音好大，你就不怕他投诉吗？我说哎，我被摸屁股，我还不能声音大。再说他能投诉什么？下去就被投诉了。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。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？我说我屁股不亮。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？我说就是不亮啊，你的会亮吗？给我看一下。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。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，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，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，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，非常害怕，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。我说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走到那个面前，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？你连我都一起要了。旅客说我不要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要？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。我说嗨，电话只想要一个了，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。哦，但这句话我没说啊，我怕被投诉嘛。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，他投诉我。非要给他电话。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，我刚刚下班不久，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，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，
让我过去接他。我到了之后，他领导突然站起来说：“哎呦，空姐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空姐来了，快点快点，都在等你，来坐下吃点喝，都在等你。”我说都在等我。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，等我干什么？等我来收餐。老子刚刚下班又要上班，刚坐下，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。我说我不喝酒，真不喝了。他领导说：“哎，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？”我心想，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？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，您好，欢迎登机，15、20没有过，这样吗？没有吧？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，礼貌的跟他讲，我说真不喝了，领导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，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。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，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，说：“你朋友生气了。”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，你摸他腿干什么？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：“他声音好大。”但我就这么一吼，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，领导一看就是老手，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：“我没摸呀，隔着裙子不叫摸。”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，我气到浑身发热，汗流浃背。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，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。我捡起来想贴回去，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。应该有一只蚊子。就是有只蚊子。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，啪一声巨大一声，当时领导都懵了。他说：“你打我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没打呀，隔着胸贴不叫打呀。”好想跟他讲，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。我手收回来的时候，胸贴依旧在他脸上，显得他脸皮更厚了。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，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：“你朋友挺有种的。”你看，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，因为他知道我真有。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，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，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。回家路上，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，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，会给我穿小鞋。我说可笑，什么叫穿小鞋？我胸贴都不穿。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，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不让她在公司说。好，我上电视上说。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，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？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哎，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。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，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？哎，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，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？我觉得不公平，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。爽啊！还有这个领导，如果你不想被骂，你就别做，对吧？如果你做了，你就别怕被骂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，哈，隔着屏幕也不叫骂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李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过去这一年呢，我一直都在忙一个项目，备孕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很复杂，人类的本能让你们想说耶，网络的情绪让你们想说咦，所以现在你们的心情起伏啊，就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，就是耶咦耶咦耶耶哦，哎，你们最终的情绪就是啊哦啊哦
还好，我周围一些朋友啊，一听说我要生孩子，就跟我要去犯罪了一样。他说：“欧莫，不要冲动啊，你迈出这一步 ，almost 没有回头路啊，这辈子就完了，值得吗？为了那么一个不认识的人。”我知道啊，这都是关心，但关心的有点太早了。怀孕哪那么容易啊？我备孕很久了，一直都没啥动静。后来就跟我的生育搭子托马斯去看医生啊。医生一听，哎，这个操作频率如此之低，就跟我们说啊，你们这个不叫备孕，叫随缘啊，肚子没动静很正常，因为人也没什么动静。哦呦，这句话真的是触碰了我的逆鳞了，我就开始发力了，不错过任何的风口。哎，大练钢铁直男。我全国巡演，一到排卵期就会宣托马斯前来侍寝。他千里迢迢来到我的城市，千里送种，礼轻情意重。连续几个月的劳动派遣，高铁飞机票也花了不少钱了，这也算是重金求子了。但每次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千金散尽还不来。于是呢，我又回医院做了仔细的检查，哎，这回好了，哎，不孕不育治好了我的生育焦虑。我输卵管堵塞，有多堵呢？这么跟你们说吧。我的两侧输卵管呀，堵得就像中国这2个脱口秀上升通道一样。你想出人头地，但是左右为难，最后只能没这么绝望，没这么绝，我的情况没这么绝望啊。以前算不孕不育，现在还有的救啊！现在是可以做试管婴儿的。很多人可能对试管婴儿没什么概念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：首先合法，其次我生，你们别怕啊。试管培养的孩子啊，学名叫管培生。自从考虑做试管之后啊，现在我在看托马斯，他都不是一个人了，他就是一管人。我现在经常跟他说有劳了，管人。他说哪里哪里，举手之劳。还是您能者多劳呀。哎，懂的都懂。比起生育能力啊，我现在更担忧我的养育能力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当不好妈。我的担心呢，源自于我今年收养了一条小狗。养狗之前，我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啊，什么鼓励式教育、无条件养育，那不是张口就来。但是我养了小狗1周之后啊，我对着这个小狗胡言乱语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尿到我的床底下？你这个小狗是猪脑子吗？我不奢求你像别人家的小狗会取快递，会拉雪橇，会缉毒的，还有编制。我只要你定点尿尿，你都做不到。我养你，我还不如养条别的狗。我对你多好呀！我给你煮好肉，我自己拼谋饭。啊，我花钱给你洗澡，我的澡都是自己洗的。啊，你的良心是被自己吃了吗？托马斯打断了我说：“哎呀，他也不是故意乱尿的。”我说：“你闭嘴，你也尿不对。”他说我可以改，我可以改，但他只是个小狗嘛，他快乐就好。我说他都不听话，他凭什么快乐？他可是一只东亚小狗啊！我说完呢，托马斯就抱着这只法国贵宾出去玩了。我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他们俩活蹦乱跳的背影，我就开始担忧了。以后要是真的开始育儿了，你说我的东亚模式和他爹的西澳大利亚模式，会不会发生一些教育对冲啊？对吧？我对孩子说“棒打出孝子”，他对孩子说“你是最棒的”。我说骄傲使人落后，他说落后也要骄傲。我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他说吃啥苦中苦，来吃王中王。这么东西教育一合璧，这孩子以后活得多么的矛盾啊，对吧？他对自己又爱又恨，他既松弛又紧绷，
既烧息又立正，他含辛茹苦的吃香喝辣，凿壁偷懒，闻鸡就饿，头悬梁追短剧。我担心自己养不好孩子，但总有人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生了自然就会养了，怎么可能自然就会了？”哎，你想说脱口秀不会写段子，我可不敢跟你说没有关系，你上台了，梗自然就冒出来了。你上台了，你自然就是喜剧之王了，不可能啊！我去年那么自然的就不是了。哎，做父母怎么可能自然就会呢？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。那天早上我吃了我人生中第一盒龟苓膏，傍晚我月经就来了。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去，龟苓膏有毒。我赶紧去跟我爸妈说了我中毒的事情。我爸沉默不语，红着脸躲避。我妈递给我一包卫生巾就走了，没有给我任何解释。所以现在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棉花不好吃。拉嗓子，建议外敷不要内服啊。我母职焦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是中国第一代开始吐槽原生家庭的人啊，鄙人也是其中的中流砥柱。所以我养孩子就会有那种我一定要养得比我的父母更好的胜负欲，我要让我的父母看到我的教育成果之后，对我俯首称臣，说：“哎呦，甘拜下风啊！还是您会培养孩子呀！您看看我养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呀！”哎，我一生要强，真的好怕当妈塌房，所以我就想，为什么做父母没有资格考试啊？啊，就像律师执业资格证一样，咱也去考考母职资格证、父职资格证，爸爸考公，妈妈考母，更适合东亚宝宝的应试生育，对吧？有证书不一定能给孩子托举，但是能给我托底。这样以后我的孩子在诋毁原生家庭，我就不需要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对着孩子痛哭流涕说：“啊，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呀，哭得哟，那个行得我。”不需要这样了，我会理直气壮地把我的证书敷到孩子的脸上，情绪稳定地跟他说：“宝贝，抱怨原生家庭是很正常的，怪别人是人类的本能。但爸爸妈妈这边呢，也是国家认证的职业爸爸妈妈哟。咱们这个原生家庭是符合国标的。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，建议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！我当你是家人才告诉你哦。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，用12亿公益生育补贴，补贴奶粉钱给孩子爱的贴贴，爱嗨爱嗨爱嗨哟。孩子说：“妈，你说唱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。”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又来录节目了，非常开心。更开心的是，我前段时间去演出，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。啊，不是跟我啊，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？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，他有个喜欢的人，我说我都行，但你得想好，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。我有点冒犯，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。他说没事儿，他不一样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知道他一样。那天我刚讲完，他就窜上来了，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。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，是 marry 全场。把女孩也叫上来了，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，就有人起哄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当时场面就僵住了。我讲了1个多小时，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。我看女孩特别尴尬，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，他就不下台。情急之下，我说：“那要不你亲我一个？”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？就当我大义灭亲了。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，他肯定愿意呀。我看他快惨死了。
对吧？跟谁过不是过呀？哎呀，渴死我啦！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，说出来又如何？谢谢你的同情。谢我一个。全是同情分啊，今天，很感谢。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，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，也不要发你的嘴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也不要发别的啊。说不清了，说不清了，就是不用同情我，我也谈过恋爱的，有喜欢的我也会追。但是我追上了，我又想超过他，很容易就超过了。研二的暑假，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，没时间陪我了。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，你不用学，以后老公拉着你。啊，谁还会用拉这个词？好 low 呀！你学的是拖拉机吗？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？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？你许我朝朝暮暮，我陪你陡坡起步。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，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、仪表盘。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。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，听不了这些，听都很想吐，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，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，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。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！我可饿不了啊！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。哎，我惊喜的发现啊，开车是不晕的，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。10码的推背感，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，太快乐了！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我做到了，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。教练说你压线了。哎，这手机是好啊，都抓拍到了，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，真的太努力了。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，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，赢才是我的必修课。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，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。啊，超过我了！我说嗨，一脚油的事儿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别人谈恋爱是宝宝，我要给你幸福，我是宝宝，你服还是不服？其实他对我呢，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。平常出去约会啊，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，老公安排。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。为啥骑电瓶车呢？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。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，前面有挡风，还能暖和一点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。啊，我都有驾照了，我没有方向感。是，我是没有方向感，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呀。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？就是他出去喝酒，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，我去代驾。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，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，一个梗都没有。我就会忍不住接梗，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。我一接就炸，哐哐炸场，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！但回来路上，前男友很不高兴了，连我的腰都不搂了，倔强的撑着车架子。他说：“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？那是你的场合吗？拍你好几下了，让你少说话。”我说：“你早说呀！我寻思我讲得好，你给我拍灯呢。”这才是拍灯啊！很快我就提分手了，他很难过，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，满分10分，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，但他依然很爱我。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，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，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。
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。我也是真不错，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，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.5分。说出来太爽了。这些年吧，男人没留下，留下了一身本事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。最近又想长本事了。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，但同时也想联系我的前男友，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，前任看着我谈恋爱，这也太刺激了。我想去，好久没骑电瓶车了。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。你在看吗？想火吗？驾照考出来了吗？啊，虽然做不成情侣，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。姐拉着你，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，你就乖乖的，你少说话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很多朋友，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大家还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瘦下来之后，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哈。我现在偶尔会涂个素颜霜，修个眉毛。在上海，大家都说我精致，我把照片拍下来发在我的家族群里，我大舅说我是狐狸精。然后我去年上完节目没挣到什么钱，但我真的见了很多世面，比如在活动上知道王一博是真的帅，刘亦菲是真的美，这些都是我听唐湘玉说的。我的朋友走了起来，我知道我很平庸，没什么进展，我上限不高，每次比赛都讲一些外卖小笑话、外卖趣事，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也就那样。我没谈过恋爱，没有上过班，大家最有共鸣的职场爱情我都讲不了，每次得不了高票，我都有点怀疑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。直到1个月前一场演出，它彻底治愈了我，是一个骑手平台组织的，现场来了500-600个外卖骑手，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炸的现场。我说啥他们都笑，我说保安垃圾、外卖平台垃圾，他们站起来给我欢呼。那天给我台上讲出幻觉来了，我说今天这个舞台谁过来都不行，付航过来都打不过我，他来了都得被打，一个保安怎么拦得住500多个骑手？我真的羡慕有些朋友们，朋友们走了起来，红气养人，状态都不一样了。我只能靠我自己养了。我在家里我自己偷偷买了防晒霜，因为我送外卖，皮肤又粗糙又黑，我刚涂防晒，假白特别严重，我还修了眉毛，就很辣眼睛。朋友见了说：“你咋这样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在他们心中，我都是那种光头胖胖的那种鲁智深形象。说你不应该去倒拔垂杨柳，怎么研究起了半永久？我每次出去，他们都笑话我，那我就不出去了。我说这防晒霜不行，它只能防太阳光，它防不了朋友嘲笑的眼光。偷偷的在小某书搜了美容护肤，小某书也懵了，3年了，你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给我推的3个月变美计划，100天提升颜值，重建自己，重塑自己，做自己的女娲。戒糖加修护半年，素颜已达 next level。我很激动，满满的干货，点进去全都是卖货的。但我相信，我就买了，因为我想恋爱，我想变美，我就在里面买了胶原蛋白、维 C、维 B、花青素、葡萄籽、益生菌、鱼油。我真的买了一大堆药，一天吃1把药，感觉吃药都吃饱了。每天在肚子里面炼丹，练的什么丹？练的30年从没谈过恋爱的孤单。说出来如何？我身边的朋友很优秀，对吧？他们优秀，那我也提升自己，我就去健身房报了课。去健身房器械特别的多，我不知道练什么，我就问教练，我想减肥练哪个？教练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爬楼机、跑步机，其实挺有用的。我说啊，爬楼和跑步要是有用的话，
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接单吧。我的朋友真的太优秀了，他们不停的成功，越成功我就在健身房对自己练得越狠。我最好的2个朋友，他们一起走红毯那个月，我瘦了30斤。我那2天去健身房一蹶不振啊，我一蹶不振。教练见了我，你今天也没怎么上强度，怎么这么酸呀？我说肯定酸呀。他们不停的成功，那我就不停的练，不停的瘦，我最后把自己练的体脂率只有9%。太低了。我说你们不能再成功，我不能再练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没走上红毯就先盖上白布了啊！最后练到自己减了60多斤，什么感受？我再去演出，再去开放麦，已经没有人在乎我的内容了。他们在 report 里没有人说我段子的，都说南瓜好瘦，南瓜怎么瘦成黄瓜了？南瓜怎么瘦下来有一种命更苦的感觉？我说肯定命苦呀，戒糖半年多了。然后更多的人他就私信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，他说南瓜怎么瘦下来的，教教我，教教我。私信的人太多，根本回不过来，就每天在家里研究，都快研究成教练了。然后今年5月份我真的去考到了健身教练资格证。谢谢大家。所以我现在是一外卖、脱口秀、唢呐、健身教练4期艺人。就是大家以后不管是饿了、胖了、不开心了，还是人没了，都可以找我。所以我现在呀，我就是全能南瓜。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做脱口秀这行也有几年了嘛，混的怎么说呢？不能说大红大紫吧，也算是没有收入，根本没商演，每天在家只能健身、看书、做饭。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，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，有点高度重合，搞得我都很怀疑，我真失败了吗？不会太成功了吧？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，他们的钱在兜里，我的钱也是，也在他们兜里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不想努力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有人说，那我懂了，你想 gap 一下 ，gap year。对，但我不是想 gap year， 我想 gap life。去年过得确实不太好，租的房子也一直出事儿，到处搬家，抑郁症也发作了。还好最痛苦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陪我，某音。我真挺喜欢刷短视频的，我也知道很多批判的声音，比如劝你说别沉迷，天天刷这玩意儿人生就完了。还好我刷之前人生已经完了。甚至我觉得说短视频会毁掉人生的人，既高看了短视频，也高看了我的人生。毁我人生的多了去了，失业、贫穷、原生家庭、剪坏我刘海的发型师，都排着队呢。你短视频算老几？甚至我觉得这小玩意儿还想影响我的生活，你最多算是骆驼身上的第一根稻草。然后还有人说短视频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人不思考，有没有可能我刷这个就是不想思考？反正我那段时间一思考就想死，全靠在上面看人擦边。具体看什么我也不细说了，导演不让，说只能浅浅带一嘴。我说懂了，让我擦边。真的，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爱上头。刷这东西一天上头10多次，我没从头上下来过，上面全是我的 crush。真太快乐了，根本舍不得死。
所以他们擦的是自己的边，救的是我的命，都是活菩萨。我给那钱也不是打赏，那就是香火钱。真的那段时间就感觉我看的视频越短，人生就越长。我靠短视频续命，3秒3秒的续，就感觉阎王让我3更死，我不小心刷到5更。后来阎王都急了，说你干嘛呀，还死不死？我就把视频分享给他，他也上头了，不催我了，开始催更。真的，我发现我很需要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的人生中找不到几件事让我既快乐又上瘾，还合法，而且还很省钱。因为我看了1年多直播，只在最开始充过1块钱，然后就靠着在里边抢红包挣了好几百。我每天在直播间为自己谋福利。所以虽然我现在没商演，但已经达成了脱口秀演员的最高成就，在直播间捞钱。真抢了不少钱。我这样在大主播那还好，遇着那种小主播，我1个月抢的比他挣的还多，搞得我都想要不打赏点吧，反正花的都是他的钱。然后我不但爱刷短视频，还特别上头里边那些神曲，你们肯定也都听过。这种歌有个最大的特点，无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多嫌弃，腿已经开始跟着抖了，就感觉我大脑说太土拿走，我腿说拿回来。怎么说，我的音乐品味就像跳楼机。听多了，我在大数据那儿的用户画像就有点变了。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的卡车司机，已经开始给我推荐汽车零件和 polo 衫了。我也终于刷到了自己之前没刷到过的东西，米其林、轮胎。最近比赛，很多人跟我说加油，我都想问汽油、柴油。但其实我理解听那些歌的司机和外卖员，因为我那段时间抑郁到起床都困难，我就需要那种又土又来劲的东西，让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否则再高雅都不行。哪怕贝多芬亲自来给我弹钢琴，我也会觉得你这玩意儿不来劲呢，给我换 DJ 版。而且高雅的音乐都很忧伤，听的人更想死了。什么命运交响曲，对我来说那是送命交响曲。品味上去了，我人下去了。我们这次主题叫说出来就如何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说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活着已经很难了，真的顾不上高雅。甚至我觉得说我们不高雅那些人，也没有多希望我们活着。所以我也不用多说，有相似经历的人会理解。而我现在只想跟他们说，再撑一撑，先别跳楼，听跳楼机。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谢谢谢谢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？其实很多事儿我说不出来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，生气了我也不敢说。之前老板要给我降薪，我鼓足勇气，我给老板发微信，我说为什么要给我降薪？老板说公司不挣钱。我说好的，波浪号。但其实我心里全是星号。老板还跟我说，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。但他不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其实是骂人不出声。我经常想在心里跟别人说出那种特别刻薄的话，
有一次我坐飞机啊，我特别想睡一会儿，但我周围所有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上课，我后边家长在教孩子学英语，左边在教飞机原理，前面在教古诗词。我说原来空课的意思是空中课堂，我都感觉我坐的不是航班，这就是个实验班。我坐第一排，给我发饭我都不敢吃，我怕他让我往后传。我坐那儿我都不敢打开遮光板，我怕我一打开，班主任在那儿趴着呢。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公放pad，我看着这些孩子，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学知识了，他们应该学人生的真相。我就想跟他们说，我说努力就能成功吗？别做梦了，你让阿姨做会儿梦吧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得这么卷吗？是不是因为你在经济舱？你去头等舱看看，那帮人早就躺平了。还有那个学飞机原理的，你长大也不会坐驾驶舱，因为你看pad太多，已经戴眼镜了。还有那个背古诗的，你背这么多诗，以后想当诗人吗？当诗人有用吗？现在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卖牛脆脆。所以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疯了。但前2天老板看出来了，因为有一天上班我心情不好，没有化妆，老板跟我说：“你上班怎么都不化妆呀？”我说：“没钱怎么化妆？没玩过游戏吗？不充值哪来的好皮肤？”然后老板跟我说：“哎，咱们有事说事儿，你不要有情绪。”然后转手给我发了2短视频，非暴力沟通和厉害的人早已经戒掉了情绪。我说情绪为啥要戒掉啊？怎么情绪有害健康吗？啊！我在这演着演着，突然有人上来扇我一巴掌，我面无表情，观众都问我说：“你怎么不生气啊？”我说：“戒了。”我估计扇我的人都想说：“戒不是有病吗？”天津人还是。然后老板还跟我说：“最近感觉你情绪不太稳定啊，我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。”我觉得老板说你太敏感就是一种 PUA， 对吧？因为你都伤害我了，你还要怪我太脆弱。这就好比我走在路上，有人开车把我撞了，然后过来跟我说：“哟，这么容易就受伤了？你也太敏感了吧？你看旁边那个人都被我撞飞了，但他一点事儿没有，因为他有超强钝感力。你看他飞出10米他都没事儿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刻意练习。你花21天，你也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我说：“可是我真的疼啊！”你感到疼是因为你在成长。我说：“可是我都快要死了，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。”我还看到网上有的老板说，他招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情绪稳定。我说：“这标准你咋测试啊？啊，面试时候上来先给你个脑瓜崩，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。”我就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，员工能力越强，情绪就越不稳定，对吧？你如果招人第一标准是情绪稳定，你只能招来那种能力不强的员工，到时候老板就只能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新来的会计，不识数但是特别识相。但我也不是啥人都招。前2天我刚裁了个程序员，他会挺多编程语言，但我让他加班，他就跟我用 C 语言。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，我直接跟他用了一句 C 语言，然后就没有降。我说我学了半天非暴力沟通，原来最有用的居然是暴力。就非暴力沟通几10万字顶不上这1句，我这才是真正的1句顶1万句。谢谢大家，小海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，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，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，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，没想过输给黑灯。好，哎，正式开始了，我叫于博啊。说实话，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，但是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。第1轮6块金牌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。第2轮上来就给用。
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，兜里有就得花。啊，用了一块复活金牌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。说实话，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，是不是太差了？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，然后逃避面对的人。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，不敢和外国人说话。但不是说真的差，英语还可以高考，但就是自卑。我在想，我是上海本地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。我说 homie， they tell neighborhood right？ homie 哈，因为我是活死人。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？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，对吗？新概念 ，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， 快点，张嘴，别逼我干你，快点。但我是农村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。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。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，我说这是啥呀？怎么了？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？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？我妈让我去说话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说兽首是中国的。他说哥们儿，我也是中国的，我少数民族。还是来了上海，因为自卑感到落差，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，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，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？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，落在试卷上，还交流。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，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。还什么听说读写，我们就是嗨，没听说过。天天读写，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。啊，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，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，不是说真的不考，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，高考当白噪音放。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，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，专心干自己的事儿，快点！阅读理解，写作文，快点！长大了，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，听不见。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，出国都没有工作，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。叭叭说2句话，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。只能做美甲，不能纹身，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。回家一照镜子，后背是地儿里滑。英语学得很尴尬，对吧？精通掌握，因为成绩还可以，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。英语学得跟核武器似的。朋友还问呢，说你会不会？有时候会。他说那你说呀。我说还没到时候。我方不使用，但掌握英语威慑。别说英语了，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。前2天在路上，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，不是撞的这个，把我撞了。当时我挺生气的，因为我占理，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，你道歉。他理直气壮，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，我没有父母，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，给我一顿骂。在他眼里边，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，我是个肇事孤儿。对我进行疯狂辱骂，脑子已经空白了，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。已经迟缓了，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，我是僵尸，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。我当时就看着他，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？
因为他说着说着，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，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。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，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。他说，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？我就是觉得，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？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，很难。难道说服？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，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。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？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？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？啊，单依纯。那粉丝不骂你吗？你搁那犟嘴，哎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，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，甚至别人家。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，当自己家一样，我不能把这儿当家。我真把这儿当家，我就把你撵出去，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。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，当时就是假客气，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。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，另一个翻我的冰箱，我往那一站，像个中介似的。我这从东北来看我，还来看房的呀？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？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，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，另一个说好。我说啊。2个人躺到我的沙发上抽烟，很过分，但碍于情面，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，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。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。拿完之后，觉得自己很无助，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。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？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，你就当自己家一样。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。印第安人往那一站，欧洲人说，在这住吧。另一个欧洲人说好，印第安人说啊。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。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。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，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。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，他们向我们走来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，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。谢谢你们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面。哎呀，第三轮了啊，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。哎，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。卖点什么包子、饺子、米粉、面条之类的。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，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。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，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，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，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。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。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2个人忙着忙着，突然就打起来了，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，2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，我一盆牛肉的互泼。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，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。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，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。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。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，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，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。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，因为我妈就没赢过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，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。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，我松着讲啊。反正这些事儿，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，是吧？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，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。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，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，去讨个说法回来，就选了我舅舅。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，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，看起来就挺好惹的。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，2个袖子往上一撸，站在门口大喊出来，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。就2口子闹矛盾，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，
就当无事发生了。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，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。跑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，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。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。妈妈一回去，舅舅就会来；舅舅一回去，妈妈就回来。我舅舅后来都3高了，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，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，是我的舅舅。直到我4岁啊，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。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，就悄悄地跟我妈说：“泡嘛，不行就泡。”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，我妈也决定要跑，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。那个时候卖1碗面，她能存5毛；卖1笼包子，她能存3毛。所以有段时间，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。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。我都在想，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，别人越狱是 freedom， 我妈妈出走 noodle。一个凌晨，像往常一样，我爸爸还在熟睡，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，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，突然就消失了。我后来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？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，有看过的吗？有看过的吗？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，你们反正是。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，她不说话的话，饭馆的生意会更差。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，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，还能这么打？越往后面看越说，哎，还能这么跑？我妈跑了过后，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他在存钱的时候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？中国就这么大。”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，他决定学习冯远征，亲自远征，去我妈妈娘家找人。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。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，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几个人就，哎呀，那个跑了，跑到上海去了，不是上海，北京。哎呀，你们都搞错了，跑到美国去了。我爸爸听完过后说：“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。”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，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。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，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，因为她知道挨打的她离不了婚，她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她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，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。你们紧着听吧，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，把我判给了我爸爸。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：“小朋友，你是想跟着爸爸呀，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？”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，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，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。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。我长大过后，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，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不早点跑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？我妈说，她说因为我在存钱。我就问他去哪儿了，他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，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。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。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，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？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。她是系着围裙跑的，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，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。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，我妈去了，保安一看到她，她说：“哇哦，包子饺子普利斯。”就算哪天他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，他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，cos 里面的服务员，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。
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跑嘛，反正从饭馆跑他熟。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，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。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。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，直到我接触了喜剧，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，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，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，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。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，她也挺紧张的，生怕我要跑。我说：“妈妈，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。